啥？让芝芝替你闺女嫁人？大哥，芝芝才7岁呀，你咋做得出来呀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长得就是一颗狼心。好歹芝芝也叫了你这么多年的大伯，你怎么能干出来这种畜生事儿啊？哎呦，什么叫我干的是畜生啊？芝芝已经跟秦念有了肌肤之亲，失了清白，不嫁给他还有谁呀？作孽呀！7岁娃娃能有什么坏心思呀？1个时辰前，他爬树摘野果子，不小心摔下来，两人脑袋咣的一声，结结实实的撞在了一起，他磕晕了。绑定成功噻！妖妹系统为您服务。下面为您推演未来事件：宿主爹爹坚持拒绝宿主替嫁，大伯怀恨在心，基民暴动指数上升80%。敌对 NPC 宿主大伯联合灾民进村，触发宿主被吃事件。至此，宿主监护人生理机能逐步下跌，直至生命系统终止，器官衰竭。是堂姐让我爬树的，说那棵树上果子好吃，我踩空了，才不小心砸到了秦哥哥身上。我就说嘛，这么小，秦家那小子应当没那么变态的。方老大也是，多大点事儿，说的和有什么内情似的。闺女，你这是磕哪儿了？这是没摔坏吧？感觉哪里疼？来，让爹给你瞅瞅。呀，我没事儿，哪里也不疼啊，没事就好。不管怎么样，这古人云男女7岁不同席，咱方家的声誉绝不能丢，芝芝必须嫁。你他妈放屁！来，你告诉我，一家子全他娘的都是你腿子，要什么声誉？说的倒是怪大意的，真当别人是傻子看不出来你心里想的是什么？哼，你方今无非就是嫌弃秦家小子瘸了，你舍不得自个儿家的闺女，才来算计老子的闺女。方今早些年欠了秦家一个人情，所以和秦家定了娃娃亲，本是个双方都满意的事。可谁也没想到，秦家小子打猎摔断了腿，很难治好。三弟，你也不想想，你闺女怎么配和晴雅比呀？人家晴雅可不是一般的村姑啊。半年前，伯府的护卫找到他们家，说是当年抱错了孩子，方晴雅才是伯府真正的千金。自从那天以后，就把抱错的闺女宠上了天，就等待贵人接方晴雅进京。都是一个鼻子俩眼睛，他方晴雅在老子这儿都比不上芝芝的一根手指头。你若是看不上秦家这门亲事，大不了就退亲，少他妈在这儿乱盘扯人。三叔可莫冲动，芝芝迟早要嫁人不是？秦家虽然光景不如从前，先委屈妹妹嫁过去，用不了几年，等我以后回了家，到时自然会拉拔堂妹一把。这高门大户千金规矩繁琐，要是我被接回京，却传出退过妻，那可就难有好婚事了。哼，不过是个10岁的丫头片子，说话口气倒是挺大的。可不，这小丫头片子还有拉拔堂妹呢。堂姐上辈子是个算账的吧？一手算盘打得噼里啪啦的，让我替你嫁人，还得反过来倒欠你个人情呗。哼，我闺女我自己能养好，还轮不到个外人操心。哼，三叔一家真是不识好歹。爹，自古以来长兄为父，我身为大哥就把这话撂这儿了，退亲不可能。咱们方家不是那种背信弃义的人家。哼，老三你也别胡闹了，芝芝嫁到秦家这事儿我定了。哎呀，这侄女的心眼子是真多呀，就是不知道她不愿意退亲是图个啥。哼，说的倒是大义凛然呢，不就是不想嫁女儿，又舍不得秦家给的10两彩礼吗？卖侄女儿，哼，说的那么好听啊，不愧是读书人呐。秦寡妇那么大方呢，娶个儿媳给10两，真的假的呀？这方金这次着实是太不厚道了。读书人那弯弯绕绕就是多，什么男女大防、重信守诺，原来是图钱呢。还是头一次被这么多人指指点点，还都是他平日里看不起的泥腿子。我说三弟啊，你平日里偷懒耍滑我都不说什么，但可不能因为你是这种人，就把你的龌龊想法全都污蔑到我身上来。此等想法那未免太过俗气。这个道貌岸然的大哥，我真想打死他。爹，你蹲下，我有急事和你说。男人顿了顿，配合的蹲下身。方南之嘀嘀咕咕的把系统给他看的那些画面全都说了。方童半信半疑，不能拒绝，我不想爹死。好，爹答应你。虽然不知道闺女说的是真是假，但是以大哥的人品，他是真的有可能干这种事儿啊。大哥这种人心眼比针都小，不是你让着他就能不得罪的。哎呀，
我这好堂妹八成也是动了嫁过去的心思。哼，毕竟秦妍腿没出事前长得极好，村里好几户姑娘都惦记着呢。先前装模作样，也无非是为了多图些利益罢了。古人小孩就是早熟，小小年纪这么心机。三弟，不管你打的什么主意，和秦家的亲事已是板上钉钉了。我闺女才7岁，不可能替嫁，芝芝的婚事儿你想都别想。但是我也有法子不毁了两家的约定，只要那10两银子不，只要约定不毁就行。不过我还是要亲自见见人。方彤拉着闺女回屋。哎，各位乡亲们，没事就都回吧。啊！恭喜宿主抽到某盼小面包1包。面包是什么东西？听起来好像可以吃。方彤关好门。爹打算好了，爹入赘秦家，咱爷俩啊照样能够远离方家。对啊，爹爹好聪明。嘿嘿，那是。闺女，你和爹说说，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系统的那什么事儿，那到底是真是假呀？当然是真的。系统哥哥刚才还让我抽奖，抽到了面包。系统告诉我，那可是好吃的，我还没来得及吃嘞。刚有想法，一袋突如其来的小面包闯入视野。你看，只见那小手上的物体呈黄色透明的包装，撕开外皮啊，里面那块才能吃啊。不一会儿，在系统的引导下，面包袋子成功被撕开，空气中布满了面包的甜香与浓浓的奶香。爹，一人一半。面包松软，入口甜香。从未想过，这世界上竟然会有如此美味的东西。等一下，爹，系统哥哥说那白纸是纸，不能吃。没事儿，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面包就半块，很快就吃完了。既然那个什么系统能够凭空变物，这对方只怕是神仙。既然如此，方家绝对不能带，毕竟怀璧其罪。芝芝啊，此事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秘密，绝对不能有外人知道，明白了吗？记住，不管和旁人的关系再好，那也不能说，否则呀，咱们父女俩都会被当成怪物活活烧死的。人的嫉妒心有时候比鬼还要可怕。爹，你放心，我保证不说出去，这是我们的秘密。方家是没有晌午饭的，只有朝夕2食，饿就睡觉，睡着了就不饿了。三弟啊，我已同秦家那边说好了，今天下午就去相看，你们也不好让人家久等，快走吧。方彤坐在凳子上，没有半分要动的意思。不是，他不会真后悔了吧？三弟，有事你就说呀。这中午没吃饭，秦家又太远了，走路都没力气。哎，对了，我记得厨房还有个鸡蛋，对吧？小半晌后，三弟快吃吧，啊，吃完了好赶紧去秦家。方彤毫不客气，扒了鸡蛋掰成2块。南芝啊，快吃！馋鬼托生的，这鸡蛋明明是我给当家的补身体的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当家的可是读书人。好了，娘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哪能分什么你我？也不仔细想想，和10两银子比，一个鸡蛋算什么？好了，走吧。爹，你偷偷刮胡子了？嗨，你这孩子，什么叫偷偷啊？那要来入赘了，可不得好好捯饬捯饬自己啊！芝芝，你给爹瞅瞅，怎么样？如何？变俊了。他方三叔来了，快进来喝杯茶。秦婶婶好。这小丫头可真精神啊！走进屋内，方南芝的视线和轮椅上那小少年不约而至的对上。前不久，他被一个自称为长子当家系统绑定，说做任务成功后奖励1袋小面包。此事荒诞至极，但他信了，所以他救下了方南芝。任务完成，可奖励却一直没给。啊，你们先坐。说完，又出了房门。这一路可热吧？来，你们爷俩喝点水，润润嗓子。是糖婶。如果不是秦小子断了腿，那大哥还真的是找了一门好亲家呀。亲家呀，今儿有这么个事儿，那我也就直说了。我大哥打算让方清雅和我闺女换亲，让我闺女嫁到你家来，这样呢也就不算失约了。你们娘俩咋想的？那不成，这事可不成啊！要是我没记错，你家丫头才7岁，我家再怎样也不至于坑个7岁小姑娘啊。你儿子这腿又治不好，你一个人又忙不过来，养个童养媳伺候着，不是更好吗？不好，既然不想嫁，那2家直接退婚就是，我也不会死缠烂打，你们也不用搞这么麻烦。好歹是个当爹的，怎么能这么对自己的女儿呢？不会，这方家老三是个变态吧？定好的婚约确实不好言而无信，不过我闺女年纪小，干不了童养媳。童养媳在男方家的地位极低，圆房之前算不得家妇，只是换个名称的廉价的劳动力。不过我人老脸皮厚，我能入赘。一向情绪稳定的母子2人此刻嘴巴都惊讶地张开了。先别急着拒绝我啊，
你们娘俩仔细想想，咱们呐这目光得放长远一点。我这入赘以后好处可多着呢。一呢是这家里多了一个男人，就等于多了个顶梁柱。这些年他家没少被村上光棍骚扰，好在儿子长大了，那些人才有所收敛。可随着儿子断腿，那些不怀好意目光又来了。这第二呢，我是带闺女入赘，而不是娶妻，这就相当于我们爷俩啊跟方家断了亲，咱们今后啊就是真的一家人了。这样你俩也就不用担心被吃绝户了。这方家老三是个狠人呐。方南之还等着自家老爹说第三个好处，等了小半晌。这第三嘛，我爹长得俊，爹爹是最好的爹，让我爹入赘，你们肯定不亏。哎，对，这第四嘛，我闺女乖巧可爱又聪明，等于你呀又多了个闺女，你们也不亏啊。秦燕眸底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。不是我诓人啊，这眼下正在闹灾荒，现在还没什么，等真把人饿急眼了，即便是同村，那也是靠不住的。而你们家还有一些家底儿事儿，这村里人都知道。乱世他也听说过，易子而食的事不在少数。而且儿子现在坐轮椅，自家没有一个壮劳力，又有银子，可不就是肥羊吗？我的娘，此事不能随意，必须当心引狼入室。方三叔，咱俩单独谈谈。丫头，这些杏啊都洗过了，你尝尝。方南之也不客气，小手直接拿了一颗放入嘴里，果肉甜中带着清香，果皮却是酸酸的。这皮啊是有些酸，你吐出来啊就放到旁边。方南之乖巧点头。喏，婶婶，这个给你吃。这是他刚找系统拿出来的面包，他特意让系统帮忙把包装去掉了的。小姑娘教养好，他是挺喜欢的。方三叔，您方才说的好处，看似我家占了你便宜，实际上三叔您在方家也处境堪忧吧？是。嘿，这小崽子还挺聪明的嘛。那你入赘后是两方各得其所？秦小子，你这话我可就不认同了。这入赘以后是两家成一家人，这可不是做买卖。对于一家人这三个字，秦燕半信半疑。我知道我方老三在村里名声不好，但对媳妇儿孩子这一块，你可以打听一下，这十里八乡的都挑不出我的毛病。4年前村里孩子抢方南吃的糖，方彤连着1个月套麻袋揍孩子爹，逼得人家上门道歉赔了1包糖。2年前小丫头挖野菜摔倒磕到了牙，方彤愣是把绊倒闺女的小石头给找回来了，打磨成垫脚石铺门口，天天踩出气。能对孩子好的人坏不到哪儿去，但这事不能躲，不能把自家的性命和未来掌握在别人手中。但方彤刚才在前屋说的一番话是对的，在荒年他们家就是待宰的肥羊。若要入赘，我有2个条件。第一，我要当家2年，主管家里的银钱，这点要找村里族老立下字据。第二，我替娘要一份和离书。一旦他母亲过得不好，他身为儿子就能让这份和离书生效。至于银钱，他可以接受双方对半分，算是方彤护住他们母子的报酬。行，我答应你。娘，成亲咱就不办酒了，明天找村长和族老见证下。至于彩礼，还是说好的10两。成，按你的安排来。不过银子不用给方家了，给我就成。娘，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我就一个要求，对我儿和我好就成。那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照顾你们娘俩。成。那我先回家，把这个好消息和他们说说。恭喜宿主触发新任务，小小当家人成为当家人，签下契书成为当家人，完成奖励老母鸡1只，健康值加10。什么骗子系统，什么狗屁任务？宿主，上个任务的奖励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，是我没有做好，但除了物质奖励，我们还有健康值呢。只要宿主做任务，积攒的健康值足够多，就能够让你的腿恢复，重新站起来。让腿恢复吗？彼时方家家里的氛围也不同往日，金哥为了避开方彤，特意方家老2口都下了地，就是怕他因这替嫁的事儿找他们做主。也不知道老三能不能和秦家谈成。夕阳西斜，院门口终于出现了一大一小2个身影。哎，三弟，跟秦家谈得如何呀？旁边方老爷子和方老太太也期待地看着他。啊，原来大哥让我闺女去当童养媳这事儿，爹娘都知道啊。啊，亲事儿啊，谈妥了。好呀，好呀，爹就知道你肯定是顾全大局的。南枝丫头嫁到秦家也是一门好婚事。对了，秦家那边定日子了没？啊，他们说了，明儿啊就去找村长和族老见证，见证我带女儿入赘秦家。全场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爹啊，儿子这也是为全家好，这眼下闹灾荒，我带闺女走了，也给咱全家省了口粮不是？
所以啊，爹娘，你俩也得表示表示，别人家嫁闺女都有陪嫁，儿子很快都要嫁到亲家了，我也得要有陪嫁不是？逆子呀，你脑子被驴踢了，去入赘亲家，家里容不下你了。容得下你们还算计我闺女啊？我闺女才7岁，你们是怎么想得出来让她替嫁的？她方清雅不想嫁的人，凭什么让我女儿去嫁呀？我闺女欠她的。哼，话再说回来，我那假侄女倒真不愧是我大哥养大的，是一样够狠啊！你腿子就是没教养，说话这般粗俗，与这样的人计较，只会降低自己的格调。大户人家的千金婚事也都是由着家中长辈定下的，既享了家族给的好处，那便该为家族做事。三叔从没读过书，会这么想也正常。这话看似不与之计较，实则又贬低一番方童。方南之看着他那高高在上的神态，只觉胸腔里一股气憋闷着，系统里的种种画面又犹如实质，这口气他憋好久了。事实证明，这招不仅对男的管用，对女的同样有用。伸手去挡，又给了方南之可乘之机，他直接单手拽着堂姐胳膊，小拳头抡起来，一下一下朝着对方脸上砸。让你算计我，全世界就你聪明是吧？又想拿钱又不想嫁，美不死你了！姐妹俩厮打一起。你撒开我女儿！那个，行了，南枝，别打了。听见老爹发话，立马站起来往后退。哼，还想拉偏架？你不过是一个炮灰，也敢打我！方晴雅是半年前穿越过来的，刚好赶上伯府认亲。作为23世纪的女性，有丰富的看小说经验，方晴雅觉得自己拿的是真千金爽文剧本，方家这些人就是纯炮灰而已。打你怎么啦？你不是要装端庄恬静吗？让我看看我们的千金小姐怎么和疯婆子一样。够了，都别闹了！你一个有手有脚的大男人，带着女儿入赘，传出去别人怎么看我们方家？你大哥还是读书人，你是烂了心肝，故意坏他名声。以后考中秀才，他被人传有个入赘的弟弟，哪能抬得起头啊？都到这时候了，这心里还是只有大哥，爹的心还真是偏到天边去了。哎，爹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我带闺女入赘，那算是和家里断亲，咱们都不是一家人了，那还影响个屁啊！反正老三偷奸耍滑，在家里不干正事，有没有他都一样。你个没出息的，想入赘，除非等老子死了。嘿嘿，那快了，家里的粮食也见底了，再过半个月啊，咱全家都能一起扎脖子饿死。哎，爹，您先消消气儿，听儿子一言。老三入赘这事儿啊，没什么不好。眼下都什么时节了，你也清楚，入赘了总是多了一个活路嘛。我读书的时候可就听同窗说过，不少大家族也是树大分支，让他们各奔前程，也是为了多方面有路子。他不懂什么树大分支各奔前程，他只知道家里男人多，壮劳力就多。就好比说啊，我一个同窗的家里，也是家里3个兄弟，他家是书香世家，老大却不善读书，去学了武，如今凭借自己的努力混到了金吾都督长。老二也是我的同窗，擅长读书，成绩极好，日后必然能上官场。老三呢，也是个不善读书的，武功也学不好，但他善于经商啊，赚来的钱用来给2个哥哥打点官场，2个哥哥仕途顺利后，也反过来护佑他的生意。这3者相辅相成，只会越来越好，一家子如今都兴旺起来了。方老爷子似乎也陷入了自家慢慢兴旺的幻想中。所以啊，爹，3弟分出去也未必是坏事。老大，你一向有主意，爹信你。老三想入赘，便入赘吧，日后别忘了扶持自家。当他傻呢？人家3兄弟互相帮扶，是家里对3人都培养了，他家呢，恨不得压榨死他和2哥，好供养大哥。不过吧，老三好歹也是爹娘生一场养一场，您老也不能平白就没了个儿子呀。孩儿他娘，你的意思呢？三儿啊，当年娘生你差点大出血，直接还落下了病根儿，娘不容易呀。虽然早已习惯，但到底还是有些伤心。哼，秦家彩礼还是10两，明天办完事就给。不过我的陪嫁，你们打算给多少？陪什么嫁呀？不给，没有。行，爹说不给就不给吧。只不过没有陪嫁，儿子嫁去了秦家，那也抬不起头来，那我就不入赘了，还是在家好啊，在家连活都不用干。至于秦家那边，不如还是让大侄女去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可是和那边直说了啊，大侄女嫌弃秦家小子，也不知道秦家还愿不愿意要她。
方彤居然这么抹黑他的名声。哎，三弟，爹只是一时气糊涂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这有话好好说嘛。不是，反正不给嫁妆，我就不入赘了。对，爹带我个拖油瓶入赘，本来就让人笑话，还没嫁妆，那不得被人欺负死啊！爹爹不嫁，不嫁。给嫁妆，那我要5两银子。那不行，那我不嫁。除了银子，别的都好说。两人好一顿唇枪舌战，最终结果是三房现有的被褥方彤拿走，粮食是不可能给的，但是分到了1亩水田。方南之和二伯的肚子同时发出了饥饿抗议。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先吃饭吧。吃完饭，方彤拉着方南之，方南之拉着二伯，三人一起回了屋。方姨因为小时候发烧没及时治，导致现在智力只有5、6岁，才走进屋，方南之便狗狗祟祟地关好了门，而后假装从怀里掏东西，实则在系统那里兑换出了3个去掉了包装的小面包。那咱们仨一人一个。芝芝真厉害，好吃。吃吧，以后也有的吃。哎，不过这事儿，二哥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给其他人，记住了啊，任何人都是，否则呀，你以后就再也吃不到面包了，明白吗？我明白，我不说，我谁都不能说。二哥虽然傻，但从小就照顾他。二哥，以后我和芝芝就不住家里了。方银咀嚼面包的嘴一下顿住了。二伯，别哭，虽然我和爹爹搬出去了，但你以后可以去秦家找我们玩呀。对，以后吃不饱啊，或者家里谁在打你，你就来秦家找我们。好，到时候我一定找你们玩。方银固然难过，可父女俩一打岔，转头便忘了伤心事，不一会儿便上床睡觉了。二伯，方银依旧睡得深沉，可以行动。小半晌后，父女俩借着微弱的月光，数着手中东拼西凑凑在一起的私房钱。爹，你是打算给秦婶婶打簪子吗？他看以往村里别的人家结婚，新娘子都有一个银簪子，这眼下呀闹着灾荒呢，这银簪太惹眼，不合适，先留着，等以后啊，我再给你秦婶婶打一个。说完，小心地把银子包好，放进礼仪贴身缝的袋子里。床上，父女俩都睡不着。乖，别怕，无非就是以后多了个娘而已。记住啊，你亲娘你也不能忘了。黑夜中，方南之顿时没忍住红了眼。明月高悬又落下，一家子都早早的起来，简单的吃了碗稀薄的野菜粥。方老爷子和方金便准备跟着老三父女俩一起去秦家。走出门时，方彤看了眼依旧在堂屋坐着的老太太，他娘懦弱一辈子，依着他爹说啥是啥，如今这是送嫁了，到底也没露面，只是看了一眼，他便迈步继续朝前走了。方彤，你确定要入赘？嘿嘿嘿，没法子嘛，大哥孩子多，家里口粮要没了。那些都是次要啊，主要还是三弟妹没了时间久，三弟也该有打算了。真有这个打算，那也是该娶媳妇，哪有男子愿意入赘的？成，那咱们就立婚书了。确认了句，便有人着手开始准备婚书。在双方祖老的见证下，双方都签了字。这边婚书才刚定下来，坐在轮椅上的秦燕便又掏出文书，上面大致写清了，秦家由秦燕当家，由他掌握家里的银子和花销。老三，你签了这个，以后家里就都是秦小子当家了。有人观察着方彤，好奇他会不会因为尊严翻脸。秦小子当家。出乎所有人意料，方彤点点头，很是痛快地签了名字，盖上手印。老三呀，以后咱也算是一家人了。我这侄媳这么些年独自一人把秦小子拉扯这么大，全族都看在眼里的，如今也算是有个归宿。今后啊，你们可得好好过日子。是啊，老三，夫妻俩吵吵闹闹的也是正常，只要其中一个人让着些，便是长久之道。各位族老请放心，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，绝对不会有惹媳妇儿生气的时候，一定和媳妇儿把日子过好。这还没过门呢，还有这么多人，他倒是先叫上媳妇了。秦小子，这彩礼你看？不是，方彤不要脸就算了，怎么方老爷子这个当爹的，彩礼这2个字说的一点不害臊呢？彩礼？各位族老，眼下灾荒，家中成亲就不办酒了，方三叔直接就搬进家来，办酒的事儿等以后日子好过再论。何该这样？那可不嘛，现在家家都不好过呀。好在我家还给了我这个出嫁的儿子一点嫁妆，陪嫁1亩水田。刚好村长你也在这儿，记得把那个过户文书给我办一下啊。故意这时候办过户，可不就是防着他呢吗？等一下，水田？
不管怎么说，那也是方氏族人的地，哪能都不和他提前商量一下。九爷，老三这么些年过得不易呀，这回入赘，家里人都心疼他，这不给他分了块地，辛苦村长今儿个再给老三一并把这地给过了户吧。分地又不是啥好事，看方金的模样，竟比方老三这个得到地的还着急几分。方九爷神色莫名，他是对这个决议有些不满。不过方金这个读书人都站出来说话了，他也不好再说什么。无人反对，村长自然很快把田地过户的文书一并签字按了手印，等待过后再去衙门那边盖章，才算成了。各位族长都辛苦了，来喝点水润润嗓子。热水已经降温，几人喝了水，又象征性的以长辈身份嘱咐了几句，便相继离开。送走族老和村长，方老爷子却是没有要走的意思。不着急爹，旁的事儿等我回家再说，儿子还得回去收拾行李呢。哎，爹，先回家吧。族老们才走了没多远，而且现在还是在秦家，要是和方童当着人家面撕起来，着实丢脸。成，三儿，你东西不少呢，趁早回家收拾。那我去给你找几个筐，背起来也省力些。不一会儿，带着几个摞在一起、大小不一的筐回来了。你们看看这些，哪个方便就拿哪个吧。银子拿来吧。嘿嘿，爹，这银子怎么分，可还得好好算算。分什么银子？不是说好了10两都给家里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想打这银子的主意。屋子里没有回应。不一会儿，方童从屋子里出来，手中拿着一张薄薄的字据。爹啊，你可看清楚了，当年家里给我娶媳妇儿没钱出彩礼，可是立过字据承诺过的，说日后有钱一定给我补上。当年给大哥娶媳妇儿那就是10两彩礼。爹啊，我知道您一向是最公平的，所以给芝芝娘的彩礼也该是一样的，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？今儿啊，字据给您，银子归我，刚好顶那10两彩礼。你啥意思？想独吞呀？儿子可没这意思。我倒是想问问爹，您是什么意思？莫不是不想出以前给我娶媳妇儿的钱了？那给大哥多少钱都能给我一个子儿都不愿意出呗？您这就是偏心。三弟啊，这也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了。三弟妹都走了这么久，他以前都不计较。切，旧事怎么了啊？旧事就能不计较了？亏的不是你，你当然大度。当初可是都立了字据的，这事儿啊，当时族里人都知道，不然咱们一道去问问。当年方银和方童都到了成婚的年纪，方银是个傻子，不给娶媳妇也行，但方童不行啊，他又不傻，各种闹腾。当时村里来了伙逃荒的，那家人闺女生得貌美，方童一见倾心，便闹着要娶。家里不同意，他就连续半夜敲方金和方老爷子房门，振振有词地说看不得他们搂着媳妇睡觉。如此反复，给两人气的是小半个月没睡过好觉，打又打不着，骂又骂不听。唯一的办法只能去议亲。那时方金要去考童生，钱都给他备着，没有余钱出彩礼。最后经两家协商一致，写了欠条，算是欠个彩礼钱。那家人不图钱，就是留个条子给闺女，让她有个傍身的，别太被欺负。进门后，老三媳妇也一直没要过这笔钱，这事儿慢慢被遗忘了。谁想到今个突然被方童拿出来说。眼看着方童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，父子俩去了角落，嘀嘀咕咕商量了好半天。三儿啊，你冷静冷静，莫说那些爹偏心的混话。当年你娶媳妇儿，实在是家里拿不出钱，可不是不给你出。老大媳妇儿是秀才闺女，所以彩礼高了点儿。咱村里正常嫁娶彩礼都是3两，那10两银子你拿去3两，就当是之前的彩礼。那可是3两银子，若不是大儿子劝说他莫要惹急了老三，闹大了他们不占理，他今个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让的。大嫂是秀才闺女，你们也别忘了，我媳妇儿还识文断字呢，那一点都不差。当时岳父家虽然是逃荒来的，但周身气度可不俗。那家人连户籍文书都没有，流民而已。老三，我劝你一句啊，见好就收，别再胡搅蛮缠了。嘿，大哥，您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！当年给我娶媳妇儿1毛不拔，省了银子供你读书。如今我入赘得了彩礼，还得孝敬大哥。哼，你是真当我好欺负啊？三儿，三娘求你了，家里实在缺钱。三娃，你是娘看着长大的，看在娘生你的份上，别闹了，成吗？对上那双眼，方童心头有些发闷。他其实心里也清楚，方家人都是记仇的性格，他入赘不给家里一点好处也不行，可他娘既也跟着一起逼他。成。小时候他总跟人打架，回来爹揍他，大哥训斥，只有娘借着月光给他缝补破了的衣裳。或许就是这点微薄的母爱，让他产生了不该有的期待。他
他从怀中掏出6两银子。行，当初大哥娶媳妇花了10两，我如今只留4两，当做当年你们欠我的彩礼。爹和大哥，如果你们还嫌少，那现在咱们就去找祖老们一起说道去。好，银子也给你了啊，今后3弟可莫要再说爹偏心的话了。方老爷子冷哼一声，不愿再看老三，大步走进屋里。方老太太紧随其后跟着进去。爹，我会陪着爹的，爹永远是我的家人。好，还有小孩子家的，别想那么多，爹早就想离开了。其实没什么特别多能收拾的，父女俩一人1床被子，2件大满补丁的衣服，还有这些年方童给闺女买的头花，多余的东西一点没有。直到走出大门，方家没有一个人出来送。天气炎热，人心却冷，方童心中那若有若无的线，在迈出门的那一刻彻底断了。哎呀，方老三，听说你入赘到秦家了，这是往秦家搬东西呢？是啊，怎么，刘大娘，你儿子也想入赘啊？没有的事儿，你可别瞎说。老三呐，你也太想不开了。你大哥以后读书当大官，你可沾不上光喽。方老三懒得搭理。大雨后，家家户户欠收，眼下虽然有陈粮吃着，但也撑不了多久。有成算的人家都想法子挣钱买粮，闲出屁的人才来这儿八卦。秦家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奖励我真的下凡了。呵呵，骗子，滚出我的脑子！是了，他又一次相信了系统，结果这次完成当家任务，又没拿到奖励。呵呵，虽然这次的奖励发放出了点差错，但是你的健康值成功涨了呀。不信你摸摸看，腿是不是有知觉了？秦燕将信将疑，这才伸出修长的五指捏了捏腿，他的腿居然能感受到痛了。刹那间，被系统2次戏耍的愤怒全消。钱凤萍有些忧心忡忡地看着儿子，刚才就对着空气生气，这会儿怎么还掐自己？看着还有些想哭呢。彼时，方南之的脚步才刚踏入秦家小院。已为宿主抽取奖励，老母鸡1只。系统哥哥，你真好，总是给我白送好吃的。钱凤萍听到脚步声，立马从屋里出来。乔乔，都给孩子热出汗了。芝芝，你的房间啊，我已经收拾出来了，在这边。这些原来是放东西来着，今天我就简单收拾了一下。芝芝，你看看缺什么，我再补上。这西屋右边是仓库，左边是我儿的房间，中间的主屋是我住的，右边是厨房。挺好的，谢谢您钱娘，让你费心了。啊，没事的，应该的。南芝啊，你先出去找你秦燕哥哥玩会儿，行李我来收拾。好。我知道这亲成的有点突然，同房的事呢，先不着急，我愿意给你时间，等你什么时候愿意了再。两人却都明白的红了脸。在这之前呢，我就先和芝芝住一个屋。秦哥哥，你在做菜吗？要不要我帮忙？不用，已经差不多熟了。来到秦家的第一顿饭是野菜粥，说实话，这菜颇有些简陋了，但眼下家家户户都灾荒，粮食得省着吃。白米掺杂着些许的粗粮，里面约莫有1/3的野菜，此刻正在咕嘟嘟地冒着泡泡。方南之想到了系统刚才奖励的老母鸡，要是能放到这粥里炖煮。可爹爹说了，不能让别人知道系统的事情。两相权衡了一小下，系统哥哥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老母鸡拿出来吃，还不让别人知道是我干的？宿主是否确认兑换奖励？老母鸡确认后将以自然形式下发奖励。确认。念头刚落，院子里传来不明物体扑腾的声音，一只野鸡直接从墙外飞了进来。方南之双眼放光，赶忙跑出去追。方南之本以为抓到要费些功夫，谁料那母鸡才落稳便朝着他冲过来，不等他大展拳脚，母鸡已经冲进了方南之的怀里。系统哥哥，你真厉害！方南之边抱着鸡，哥哥，鸡，咱们有鸡吃了。秦燕的目光注视着那移动的一团，有个妹妹似乎挺不错的。院内的动静成功惊动了屋子里的2个大人。鸡？真有鸡啊？哪儿来？话说到一半，他脑海中突然有个答案浮现。嘿嘿，这哪儿来的不想活的鸡啊？竟然跑到我闺女怀里去了！这是老天爷给咱送礼来了呢。要不咱们今儿加个菜？好，加个夹菜。说着便要接手去处理。钱娘，我来处理。久违的被照顾的感觉让钱凤萍心中一暖，也没推拒。方童虽然没做过菜，但他也没少看猪跑。方童大手一薅，便拔下一把鸡毛。我也想拔。说着便凑过去，小肉手使劲薅了一大把毛。这鸡好肥。父女俩挤眉弄眼，几个来回间，方童便懂了，这鸡8成又是系统神仙给的，否则灾荒年头哪来这么肥的野鸡？丫头，
以后千万别再自个乱搞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寄来的是否有点太巧了些？哦，我嘴里了。爹，你慢点拔。行，好。以往这个小院只有他和娘，温馨有余的同时，总是会觉得有些沉闷。如今倒是正好。来，芝芝，你先尝尝。谢谢婶婶。一口咬下去，鸡肉鲜嫩爆汁，鸡皮被煎过，不肥且入味儿。爹，你快尝尝，婶婶做的菜好好吃。方彤毫不客气地吃了。好吃。前娘，你手艺真不错。嘿嘿，瞅我这闺女就是孝顺。哥哥你也吃。好。一家人吃完饭，全都到了主屋。家里还有15两，我打算拿13两出来买粮，剩下的2两留着备用。我去买粮，我手里还有5两银子，就跟着一起买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我从方家分来了1亩水田，虽然现在庄稼淹了，但也得稍微打理一下。不用了，三叔，你手中的银钱不如给芝芝留着吧。咱们现在也是一家人了，多买点粮食，咱心里也踏实。买粮的事情算是这么定下来了。几人又聊了一会儿，商店要买啥粮，买多少，确定后便各自回屋睡觉。日月交替，阴阳轮转，天才蒙蒙有了亮光。方彤便从床上摸起来，拿着银子小心揣进怀里缝好的口袋。昨天晚上商量完后，秦燕就把银子拿出来给他了。这小子也是够信任他的。院子静悄悄，方南之翻了个身，丝毫没发现爹出门。梦里系统奖励了他100只肥嫩的老母鸡，100只母鸡齐齐扑腾着跳过院子要往他怀里冲。他刚开始欣喜，一下子转变为惊恐。不等他跑，燕哥他爹才走了几年，你就叫了旁人登堂入室。方南之一下从梦中惊醒。前世你不守妇道，如此德行根本不配做秦家媳妇儿。你要是不敢走方老三，今儿个也别怪我们代表族里把你一起休了。燕小子今后就由着族里养。方南之掀开被子，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就往外跑。二爷爷，这些年是我娘含辛茹苦养我长大，且女子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你们谁都没有资格休了我娘。燕小子，你年纪小，可别叫人骗了，族里可是为你好啊。有了后爹，可就有了后娘。燕小子，你可别犯糊涂。闻言，钱凤萍脸色很不好，刚要说什么，却见方南之跑过来，也顾不上旁的。芝芝乖啊，家里有事处理一下，你先回屋待会儿好不好？不，婶婶，你放下我，我才不怕呢。两位秦爷爷，你们不要胡说，我爹爹入赘是有文书的，过了明路的，我爹和婶婶才不会欺负燕哥哥。芝芝说的没错，两家的亲事已经成了，且光明正大。按说家里喜事本该让各位族老一并来吃酒的，但现在家里困难，没粮，倒是怠慢了。燕小子，你搞清楚，你是姓秦，我们是在帮你，你别不识好歹。那方彤是个什么人呢？偷鸡摸狗顶撞长辈，就是个混混。他成了你后爹，以后能有你好日子过？你胡说，我爹是全村最俊的，你个老头子长得尖嘴猴腮，一看就没福气。你就是嫉妒我爹，我爹是靠脸入赘吃软饭的，你不行。小丫头这番话不仅给秦二爷气得吹胡子瞪眼。芝芝，不许没礼貌。好的，秦二爷爷，我爹说相由心生，您现在长得不好没关系，回去多做好事还能变俏一点点。你小年纪嘴巴这么毒，不愧是有娘生没娘养的。要我看呐，你娘就是被你这种不尊长辈的扫把星克死的。还有你水性杨花的女人，非要招赘也行，那你就把族田和房子都还给族里。二叔，芝芝她还小，不懂事，今后也会由我教导。可你身为族长，实在不该这么说她。还有，这田和房子是秦爷爹留给儿子的，要给族里绝不可能。现在田产确实是秦燕的，可以后呢？人性使然，你非要找个男人入赘也罢，只是以后你和他再生的孩子可不是我们秦家的血脉，族里收回产业，这些也是为了保护燕小子。等秦燕成亲后，自然也就还给他了。燕小子，你说是与不是？秦燕的爹是读书人，当年家贫，读书时接受了一部分族里的供养。他爹考上秀才后，一心回报族里，自己掏钱修族祠，还常年免费供族里几家孩童念书，种种行径可以说是将当年的供养之恩100倍还了。可在他爹突然去世后，族里或许不甘心供养他们的事断了，时常上门吵闹。当年钱凤萍在族人屡屡施压和压迫下，死死守住底线拒绝。
慢慢的，秦家就这么和族里闹僵了。后来他渐渐长大了，他能护住家里，那些人对娘的态度才和善起来。时隔多年，当年的压迫感如今再次席卷而来，而他如今双腿残废，坐在轮椅上，和小时候那个无力的自己似乎没什么两样。族长爷爷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如今我已成年，自然能护得住家业。秦家的房产田地本就在我名下，族长爷爷是忘了？听说秦家母子俩竟然给了方家10两彩礼，眼下粮价高，糙米都要20文，10两能买足足500斤粮了。秦燕家有银钱不帮本族人，却花钱买了个汉子入赘，秦家母子今个是不会同意了。但那又如何？秦燕如今就是废人一个，他的意见就和放屁没两样。燕小子呀，你尚不知人心险恶。今日我们的来意是族里一致商讨决定的，就这么定了。你们准备一下，下午把田地和房屋契书过户给族里。少年袖中的双手死死捏成拳，脑海中一阵阵晕眩，无力、愤怒、焦急瞬间涌上心头。哟，秦叔，您这是上门欺负老弱妇孺来了？我怎么听着你说要让阿言准备好地契和房契，要强行过户呢？眼看就要把东西拿到手，方彤这个搅屎棍回来了。方家侄子可莫要混说，阿燕年纪小，我身为族长代他保管罢了。哎呀，秦叔，您这的确是够关心后辈的。哎，我听说您的孙子还在县里读书呢，我如今也算是秦家的半个亲戚，不如我也去关心一下您的金孙子。您说他的先生和同窗要是知道这秦氏族里强占孤儿寡母的产业，不知道会怎么看呢？有个读书人大哥，方彤早就摸透了。那些读书人不管内里多少心眼子，面上总要个人善贤德的名声的。方彤，你一个姓方的人，似乎没有资格参与我秦氏一族的事吧？这怎么能不算呢？我既然是入赘到了秦家，那怎么着我也算是秦燕的半个爹。我刚才听你说这族里要收回田，然后养着我儿是吧？要养我儿子，行，那也是有条件的。你俩先来和我说道说道，这待遇怎么样？这1天3顿吃啥菜呀？这娶媳妇儿的彩礼准备了多少啊？我得先准备纸，把这些菜呀咱都列好，签字画押才算成。一连3问，把两人问得哑口无言。不管怎么说，燕小子是我们秦家的血脉，反正自然不会亏待了他。我呸！你们两个臭不要脸的老东西，真要是有诚意，你早就安排好了。这会儿啊，您说不出个1、2、3，想要空手套白狼，嘿，那我也就不跟你们客气了。我确实要财没有，要钱更没有，但是我这人吧，就是狐朋狗友比较多。好不容易才刚刚成亲，秦叔，您要这么搞我那些弟兄们那就得多去县城那边晃悠晃悠了。哎呀，这听说这个县城里来的灾民可不少，这万一哪天不小心伤着您的金孙子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说放在从前，他收拾混混的手段和法子多着，可如今这世道，他竟真拿方彤没办法。且再等一等，日后寻个机会，他会让方彤为今天的行为追悔莫及。方侄子果然是年轻气盛啊！我们族里也是有了想法，来找燕小子商量一下而已。既然他不同意，身为长辈，我们也会尊重他的意见。燕小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你如今作为他半个爹，可要好好待他。族中还有事要忙，我们就先回了。说完，不等方彤回话，两人便悠悠往外走。